说到福特汽车，很多人都不陌生，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汽车品牌。如果再了解点历史的话，福特对汽车工业的发展的确是有着重大贡献。他们的 T 型车大规模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制度，让汽车从奢侈品走向平常家庭，所以这福特也算是为典型的美国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做出了贡献。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福特的影响力远不止在美国，它从根本上帮助苏联建立了汽车工业，甚至纳粹德国的不少军工产品也都是福特生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管是美军、苏军还是德军，都有不少福特的产品。那么一个美国公司怎么就帮了苏联和纳粹？福特帮纳粹生产军火，战后有没有遭到清算？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吧。在介绍主题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福特汽车公司和它的创始人亨利·福特。福特本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从小就对机械感兴趣，后来以几乎白手起家的方式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此后，福特不仅是在福特公司大规模引入生产线制度，重新定义了汽车工业，更是引入了所谓的福特制度，也就是说，给自己的工人远高于温饱的工资，让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忠实拥趸，由此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组成。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在自己的商业帝国里可谓是如国王皇帝一般的存在，其人格和喜好对美国乃至世界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说，福特是一个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福特自认为已经给工人创造了远超同行的条件，根本不需要布尔什维克样式的工人组织。在一些美国工人组织的罢工游行中，福特甚至雇人把闹事的工人打伤。有了这样的想法，福特一开始当然坚决拒绝同苏联做生意。不过当时的苏联在美国有强大的说客，比如亲苏资本家阿曼德·哈默，这位利用自己在美国商界的关系，不断地给福特做工作，终于让福特有所动摇。用福特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俄罗斯，工业在哪里繁荣，全世界都必定会从中获益。1929年5月，福特公司和苏联签署协定，同意向苏联出售价值3000万美元的汽车，而且愿意提供技术，在苏联的夏诺夫哥罗德建立世界最大的汽车厂。这个汽车厂的工厂结构由底特律的设计者、建筑师科恩设计，汽车图纸完全采用福特的原厂规模，并且有福特的工程师亲临指导。这个汽车厂的产品缩写名叫嘎斯，老几辈的人对此肯定不陌生。对苏联来说，福特等于是从零开始帮助他们建造汽车工业的活菩萨。斯大林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词，说福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家之一。当然，这样的汽车企业最终也被苏联收归国有，这就是后话了。就这样，原本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福特，凭一己之力让苏联在极短时间内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而对于当时另一个集权国家纳粹德国来说，福特更是有天生的亲近感，他自己反犹太在世界上都是出名的。1920年，福特自己出资出版了一部反犹主义的书籍，名为《国际化的犹太人》。在书中，他认为当今一切的国际问题都是有一个犹太阴谋组织在幕后操纵，所以为了世界安宁与和平，必须消灭全部的犹太人。那么自己作为美国工商业的领袖，愿意先呼吁从美国做起。如此观点虽然胡说八道，但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拥趸。几年后，在德国，一位因为阴谋发动政变而被关进监狱的前陆军下士，就对福特的观点赞赏有加。他在监狱里口述一本书的时候，还特地提到了福特，说这美国有1.2亿人口，却逐步沦为犹太阴谋集团的囊中之物，只有福特勇敢地站出来与之做斗争。这位前陆军下士的名字，相信诸位都知道，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口述的那本书名曰《我的奋斗》。日后这希特勒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在德国越混越开，直到带领他的纳粹党夺取政权。而福特本人对希特勒和纳粹更是倾心有加，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只要美国允许，他很乐意把冲锋队接到美国来参与游行、选举等活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希特勒上台之后，福特如果不在德国做点什么，那就真说不过去了。
早在纳粹夺权之前，1925年，福特汽车公司就在德国设立了工厂。纳粹上台之后，福特的事业蒸蒸日上，连续推出了好几款在德国畅销的车型。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纳粹给予了福特一系列的优待，而福特也投桃报李，利用德国的公司积极为纳粹生产军火。1940年，法国沦陷，英国独木难支，他们的代表跑到美国恳请福特增加军火生产，拯救自己的国家。福特公司以各种借口推三阻四。与此同时，福特在德国的公司却在全力为纳粹德国生产军用卡车。在现代机械化战争中，尤其是德军引以为傲的闪击战中，卡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这德军能够横扫四方，福特是幕后的功臣。到了1942年，德军四处出击之时，产自福特的 V3000卡车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变形车、运输车、救护车、轻装车、半履带运载车等等等等。这些福特卡车驰骋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和北非的沙漠中，支撑着德国的战争机器运转。此时，美国已经全面向德国宣战，对德美交战一事，福特公司也早有预判，也早早做好了应对。一方面积极投入美国的军火生产，为美军制造装甲车和轰炸机；另一方面，早在德美交恶之前就早早布局，任命熟悉德国情况的希特勒铁粉充当德国福特分公司的总裁，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假象，声称福特德国公司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收归国有了。即使这时候位于美国的母公司跟德国的福特有财务往来，也是经过第三国数字转账。但即使如此，德国福特公司的卡车还是以母公司命名。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开着福特装甲车的美军看到了德军的福特半履带卡车，一度怀疑人生，深深感到自己被本国的国民汽车公司给出卖了。随着纳粹德国垮台，福特和纳粹的合作更深的内幕被挖了出来。有证据显示，福特深度参与了纳粹德国秘密武器 V2 导弹的研发，为其生产火箭发动机的涡轮泵。当然，在战争末期的乱局之中，身在德国的福特也跟奔驰、宝马、大众一样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此时的他们也是有样学样，从集中营征召了大批奴隶劳工干活，天天折磨往死里干。1948年，福特在德国的工厂恢复生产，其总裁，也就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亲自跑到德国庆祝复工。到如今，福特在二战中的种种劣迹也只能是在道德上进行谴责。即使已经垂垂老矣的福特公司奴隶劳工幸存者，在世纪之交继续对福特提起诉讼，这样的诉讼也都是不了了之。就这样，亨利·福特在个人性格的影响下，凭一己之力造就了苏联汽车工业的崛起，又让纳粹德国有了闪击战的利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讽刺。单凭在汽车制造领域的才能，福特无疑在历史上都能排上号。可是，在政治嗅觉的问题上，福特做出的选择却不能不让后人扼腕叹息。说到底，政治不能光凭感情用事，而且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天才也不能完全被移植到别的领域。就跟氮肥发明者弗里茨哈伯一样，他的确解决了人类吃饭的问题，但他在良知上的重大缺陷，让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战争狂人的工具，最终害人害己。有人说过，一个人可以在知识的试卷上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但在良知的问题上犯错，哪怕仅仅一次，那也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结局。如果这个人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权力，那更是所有人的灾难。福特用各种办法培养了苏联汽车工业，养肥了纳粹军队，这就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了。